第6章炼药师。古匣子之内，一枚通体碧绿、龙眼大小的药丸正静静地躺卧，而那股诱人的异香便是从中所发。在斗气大陆，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，前提便是必须在体内凝聚斗之气旋，而凝聚斗之气旋却是有着不小的失败率，失败之后9段斗之气便将会降回8段，有些运气不好之人，说不定需要凝聚10多次方才有可能成功，而如此重复的凝聚，却让的人失去了最好的修炼时间段，导致前途大损。聚气散，它的作用便是能够让一位9段斗之气100%的成功凝聚斗之气旋。这种特效让的无数想要尽早成为斗者的人都对其垂涎不已，日思夜想而不可得。说起聚气散，便不得不说制造它的主人炼药师。斗气大陆有一种凌驾于斗者之上的职业，人们称他们为炼药师。炼药师顾名思义，他们能够炼制出种种提升实力的神奇丹药，任何一名炼药师都将会被各方势力不惜代价竭力拉拢，身份地位显赫之极。炼药师能够拥有这般待遇，自然与他的稀少实用有关。想要成为一名炼药师，条件苛刻异常。首先必须自身属性属火，其次火体之中还必须夹杂一丝木气，以作炼药催化之效。要知道，斗气大陆人体的属性取决于他们的灵魂，一条灵魂永远都只具备一种属性，不可能有其他的属性掺杂，所以一个躯体拥有2种不同强弱的属性基本上是不可能。当然事无绝对，亿万人中总会有一些变异的灵魂，而这些拥有变异灵魂之人便有潜力成为一名炼药师。不过单单拥有火木属性的灵魂却依然不能称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，因为炼药师的另外一种必要条件同样是不可缺少，那便是灵魂的感知力，也称为灵魂塑造力。炼制丹药最重要的3种条件：材料、火种、灵魂感知力。材料自然是各种天材地宝，炼药师毕竟不是神，没有极品的材料，他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所以好的材料非常重要。火种也就是炼药时所需要的火焰，炼制丹药不可能用普通火，而必须使用由火属性斗气催化而出的斗气火焰。当然世间充斥着天地异火，一些实力强横的炼药师也会取而用之，用这些异火来炼药，不仅成功率会高上许多，而且炼出的丹药也比普通斗气火焰炼出的丹药药效更浓更强。由于炼药是长时间的事，长时间的炼制极其消耗斗气，因此每一位杰出的炼药师其实也都是实力强横的火焰斗者。最后一种条件便是灵魂感知力。在炼药之时，火候的轻重是重中之重，有时候只要火候稍稍重点，整炉丹药都将会化为灰烬，导致前功尽弃。所以掌控好火候是炼药师必须学会的。然而想要将火候掌控好，那便必须需要强悍的灵魂感知力，失去了这点，就算你前面2点做得再好，那也不过是无用之功罢了。在这种种苛刻的条件之下，有资格成为炼药师的人当然是凤毛麟角，而炼药师少了，那些神奇的丹药自然也是少之又少，物以稀为贵，也因此才造就了炼药师那尊贵的甚至有些畸形的身份。大厅之中听着3位长老的惊声，厅内的少年少女们眼睛猛地瞪大了起来，一双双炽热的目光死死地盯在葛叶手中的玉匣子。坐在父亲身旁的萧妹粉嫩娇舌轻轻地添了添红唇，盯着玉匣子的眸子眨也不眨。哼，这是本宗名誉长老古河大人亲自所炼，想必各位也听过他老人家的名讳吧。望着3位长老失态的模样，葛叶心头忍不住的有些得意，微笑道：此药竟然还是出自丹王古河之手。闻言，3位长老悚然动容。丹王古河在加玛帝国中影响力极其庞大，一手炼药之术神奇莫测，无数强者想对其巴结逢迎都是无路可寻。古河不仅炼药术神奇，而且本身实力早已进入斗王之阶，名列加玛帝国10大强者之一。如此一位人物，从他手中传出来的聚气散，恐怕其价值
将会翻上好几倍。三位长老喜笑颜开地望着玉匣子中的聚气伞，如果家族有了这枚聚气伞，恐怕就又能创造一名少年斗者了。就在三位长老在心中寻思着如何给自己孙子把丹药弄到手之时，少年那压抑着怒气的淡淡声音却是在大厅中突兀响了起来：“隔夜老先生，你还是把丹药收回去吧，今日之事我们或许不会答应。”大厅戛然一静，所有目光都是豁然转移到了角落中那扬起清秀脸庞的萧炎身上。萧炎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给我闭嘴！脸色一沉，一位长老怒喝道：“萧炎，退下去吧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不过这里我们自会做主。”另外一位年龄偏大的老者也是淡淡的道：“三位长老，如果今天他们悔婚的对象是你们的儿子或者孙子，你们还会这么说吗？”萧炎缓缓站起身子，嘴角噙着嘲讽，笑问道：“三位长老对他的不屑是显而易见，所以他也不必在他们面前装怂。”你……闻言，三位长老一致，脾气暴躁的三长老更是眼睛一瞪，斗气缓缓附体。三位长老，萧炎哥哥说的并没有错，这事他是当事人，你们还是不要跟着掺和吧。少女清灵的嗓音在厅中淡然地响起。听着少女的轻声，三位长老的气焰顿时消了下来，无奈地对视了一眼，旋即点了点头。望着萎靡的三位长老，萧炎回转过头，深深地凝视了一眼笑盈盈的萧萱儿：“你这妮子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怎么让的三位长老如此忌惮？”压下心中的疑问，萧炎大步行上，先是对着萧战恭敬地行了一礼，然后转过身面对着纳兰嫣然，深吐了一口气，平静地出言问道：“纳兰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今日悔婚之事，纳兰老爷子可曾答应？”先前瞧得萧炎忽然出声阻拦，纳兰嫣然心头便是略微有些不快，现在听了他的询问，秀眉更是微微一皱，这人初时看来倒也不错，怎么却也是个死缠烂打的讨厌人？难道他不知道两人间的差距吗？心中责备萧炎的他，却是未曾想过，他这当众的悔婚之举，让得萧炎以及他的父亲陷入了何种尴尬与愤怒的处境。站起身来，凝视着身前这本该成为自己丈夫的少年，纳兰嫣然语气平淡娇柔：“爷爷不曾答应，不过这是我的事，与他也没关系。既然老爷子未曾开口，那么还望包涵，我父亲也不会答应你这要求。当初的婚事是两家老爷子亲自开口，现在他们没有开口解除，那么这婚事便没人敢解，否则那便是亵渎死去的长辈。我想我们族中应该没人会干出这种忤逆的事吧。”萧炎微微偏过头，冷笑着盯着三位长老。被萧炎这么大顶帽子压过来，三位长老顿时不吭气了。在森严的家族中，这种罪名可是足以让得他们失去长老的位置。你……被萧炎一阵抢白，纳兰嫣然一怔，却是寻不出反驳之语。当下气得小脸有些铁青，重重地跺了跺脚，吸了一口气。常年被惯出来的大小姐脾气也是激了出来，有些厌恶地盯着面前的少年，心中烦躁的他更是直接把话挑明：“你究竟想怎样才肯解除婚约？嫌赔偿少？好，我可以让老师再给你3枚聚气伞，另外如果你愿意，我还可以让你进入云岚宗修习高深斗气功法，这样够了吗？”听着少女嘴中一句句蹦出来的诱人条件，三位长老顿时感觉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了。大厅中的少年们更是咕噜地咽了一口唾沫。进入云岚宗修习，天哪，那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啊！在说完这些条件之后，纳兰嫣然微扬着雪白的下巴，宛如公主般骄傲地等待着萧炎的回答。在她的认知中，这种条件足以让任何少年疯狂。